我先说一件小事，上个月我去理发，理发师问我惯用哪边分缝，我想了很久，想不起来，不是那种日常的忘了，是脑子里那个位置空了。就像书架上原来有本书，有一天你去找，发现不是落灰，是那块空间本来就没存在过。我以前是知道的，那是我从小就有的习惯。又3-7分，我妈说这样显脸小，她帮我说了20多年。但3个月前从西北回来以后，我不知道了，不只是分缝，还有一些别的东西。走路的时候脚尖往里扣，这是新出现的。喜欢在吃饭前先把杯子里的水喝掉，这是新出现的。对着镜子整理衣领的时候，手会在领口停顿一下，像是在摸什么东西，然后我会意识到我在做一个我不记得养成的动作。这些习惯都是3个月前之后才有的。那是白露那天，我在西北巡线，喝了口水，然后抬头发现我的影子没在喝水。先说清楚我当时在做什么。我在某国有油气单位做基层巡线，工作内容就是带着仪器沿着废气管线走，记录腐蚀点和地面沉降数据，每2周一次，每次要走20多公里。听起来枯燥，实际上比枯燥还无聊一些。西北的戈壁滩上没有什么可看的，天是蓝的，地是黄的，偶尔有一丛芨芨草，风来了就响，风走了就停。走久了你会觉得自己的思维也被压扁了，变成和影子一样平的东西。白露那天是9月上旬，节气一过，早晚都凉了，但正午的太阳还很毒。我记得那天中午，我在一段废弃的输油管节点旁停下来做记录，蹲在地上大概蹲了20分钟，站起来头有点晕，喝了大半壶水，抬起袖子擦嘴的时候，眼睛随手一瞥，扫过了脚边的影子。夕阳把影子拉得极长，影子的动作我能看得很清楚。我的手停在嘴边，影子的手也应该停在他的嘴边，但影子的手停在他自己的脖子上。我当时没有立刻反应，大脑有1-2秒的延迟，就像读到一句语法完全正确但语义不通的句子，你要把它读第2遍才能发现哪里错了。我把手从嘴边放下来，看影子，影子也把手从脖子上放下来，但这个动作慢了大概半秒，像视频信号卡了一针。我以为是热气流，是折射，是紫外线照久了产生的视觉残像。我做了一个测试，我故意举起右手，5指张开，保持了3秒钟，然后放下。影子跟着举起右手，5指张开，跟上了。但在我放下手之后，他的手并没有立刻跟着放下，他的手指一根一根的折叠，速度很慢，像是一个第一次学会弯曲手指的东西在仔细地练习这个动作。当最后一根指头弯下去的时候，我听见了一声细小的咔嚓，那声音不像是骨头，更像是脆的东西在被折断，像芨芨草的茎。那一刻我知道那不是幻觉了，幻觉不会有声音，不会有具体的声音，不会是咔嚓，而不是别的什么。我开始往前走，想离开那个位置，走了大概10步，感觉不对了，不是脚步的问题，是视野出了问题。我的眼睛看见的画面开始出现轻微的重叠，不是重影，是有2个画面叠在一起。一个是我正在走的戈壁滩，深橙色的夕阳，远处巡线站的轮廓；另一个是一片我没去过的地方，天是黑的，星光密得不正常，地上没有沙，是干裂的盐碱地，裂缝里有什么白色的粉末往外渗。这2个画面同时存在，但不是等量的。刚开始是9比1，我还是主要在戈壁滩这边，那个黑暗的画面只是角落里的一小块，走了几步之后变成了7比3，再走变成了5比5。我停下来，2个世界同时清晰，同时存在，我不知道我的身体在哪一个里面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低头看脚边，影子没了，不是消失，是它不在地上了，它比地面高了一点，就那么一点点，边缘还有一道极细的被夕阳照出来的金边，它正在从平面变成立体。那个过程非常缓慢，缓慢到像是在看时针走动，你盯着看什么都看不出来，但你一开眼睛再回来，它已经不一样了。我掏出巡线仪，对着影子拍了一张，那个仪器的摄像头一向不好，我想着哪怕拍下来回去给同事看，
至少有个证据我没在瞎说。快门摁下去的一瞬间，仪器屏幕上的画面不是我的影子。那个画面里，我站在那片黑暗的盐碱地上，手里拿着同一台仪器，正对着镜头用手指在空气里写字。我在那个画面里看见了我自己的侧脸，可以认出来，但那张脸没有五官，那个位置是平的，是干裂的，沙土一样的灰白色。然后我感觉到了手背上的疼痛，是那种很具体的有位置的疼，像是针扎，但更慢更深，像是什么东西在皮肉里走动。我把手腕翻过来，看见手背上有字在出现，不是有人写，是从皮肤下面往外渗，像是本来就在那里，只是现在才显出来。你是我的影子。我试着移动，脚陷了进去，不是沙子松软的那种陷，是有东西在拽，从脚踝往下，力道是稳定的，持续加大的，像是落潮的时候被水流拉着走。你知道它的方向，但你没有力气反抗那个方向。我蹲下来想用手去扒，干裂的地面抠进指甲缝里，我的手指都在出血，血落在沙子上马上被吸干，连个痕迹都没有留下。那个影子已经彻底立起来了，他就站在我旁边，高度跟我一样，没有五官，没有表情，但他从站起来那一刻就一直在看我。他伸手拿起了我掉在沙地上的水壶，扬起脖子，认认真真地做了一个喝水的动作。我听见了吞咽声，那个吞咽声是我自己的，是我抹嘴之前那一口水发出的声音。他把那个声音原样放出来了，然后他把水壶放下，转过身朝着巡线站的方向走去，背影跟我一模一样，连走路时脚尖稍微往外的那个习惯。那时候我还不知道那是我的习惯，是后来回到家，我妈说你走路姿势变了，脚尖往里了，我才意识到那天走远的背影带走了我脚尖往外的走法。我已经陷进去一半了。我在包里摸，不是想找什么，是那种溺水的人在水里乱抓的状态。手摸到了一个凉的东西，摸清楚形状之后，我知道那是什么。那是我出发前一天我妈硬塞给我的一面铜镜。她说西北那边阳气重，带着压压。我当时觉得迷信，但还是戴上了。我把铜镜掏出来，不是因为知道它有用，是因为那是我当时能找到的唯一一个东西。我记得那面镜子是朝向天空的，我把它对准了西边那个快落山的太阳。但我在那个动作里忽然意识到一件事，天上有两个太阳，一个是正常的夕阳，深橙色，已经到了地平线的边缘，另一个在它旁边偏上的位置，黑的，像是一个被吃掉了光的圆，周围有一圈冷白色的边。我把铜镜的反光对准了那个黑色的圆，不是因为我有什么理论，是因为那面镜子是铜的，铜是暖的，而那个黑圆是冷的。凉的东西碰见暖的，直觉上应该会有反应。我承认这个逻辑不成立，但我当时已经陷进去胸口了，我已经没有时间找一个更合理的解释。铜镜的反光扫过那个黑圆的一瞬间，脚底下的力道断了，不是减弱，是直接断了，像是一根绳子被剪断，那种猛地松开的感觉。我往上爬，从那条缝里滚出来，连滚带爬跑了10几米，趴在一块巨石后面喘了很久的气。我转过头，沙地上那个我正在消融，它的边缘开始从外向里溶解，变回黑色液体，重新贴回地面，变成影子，像一个没有成功的实验，退回了最开始的状态。那两个太阳合成了一个，夕阳继续落山。我把巡线仪落在了那里，我没有回去捡，我因为丢失设备被开除了。我没有跟单位解释，因为我解释不了仪器是在什么情况下丢失的，那个情况没有办法说成语言，或者说用语言说出来的那个版本，我自己听着都觉得是在编故事。我搬回了南方，在一家市内的公司找了份文员的工作。3个月过去了，手背上的字每天晚上还在发烫，我现在已经不去摸它了，因为摸了也没有用，它该烫还是烫，该凉还是凉。我现在出门包里带着3面小镜子，每隔一段时间照一下，确认镜子里的那个人做的动作跟我是同步的，没有延迟，没有慢那半秒。到目前为止每次都是同步的，但我在开头提到的那些东西，脚尖内扣，喝水前先把杯子端起来，
领口的那个停顿，这些是后来养成的，不是原来就有的。他们从那天之后开始出现，像是有人在我的行为系统里悄悄写入了几行新的代码。我发现的时候，那些代码已经跑起来了。我没有办法确认那个从地缝里爬出来的是原来的我，我没有办法否认，也没有办法确认，所以我把这件事放在这里。就这样，有一件事我想说清楚，那面铜镜现在放在我的床头柜上，我每天晚上睡觉前都会看一眼镜子里的自己，不是为了确认什么，而是我想记住那张脸该是什么样子的，在他还跟我一样的时候，把它记住。如果哪天我发现镜子里那个人的嘴角开始往上扯，扯成一个不属于我的弧度，我想让自己提前有个准备。有一件事我一直没想明白，那个学会喝水的拿走我水壶的他现在在哪儿？他朝着巡线站的方向走去了，他走进去了，还是绕过去了？还是有人发现了他？还是没有？巡线站的灯那天晚上是亮着的，站里还有2个同事，我后来问过他们，他们说那天什么都没发生，一切正常。我不知道这句话是不是真的，我也不知道他们2个人现在有没有我那天发现的那些新出现的习惯，脚尖往里扣，喝水的动作，领口的停顿。我没有问过他们，我不确定我想不想知道答案。